公司发裁员名单了，第一个就是我的。我周一刚交了项目方案，结果周三就收到了 HR 的会议邀请。装逼凡，公司有公司的考量。我在这家公司待了4年，已经是项目组的核心成员。这4年，我几乎没有休过完整的假。我主导过9个项目，但在公司那边署名却都是楚生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有问题，是在2年前。我带着2个新人加班3个月，终于拿下了一个预算800万的项目。结项的时候，总监王健却带着楚生去客户那里做汇报。回来后，王健在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楚生。这个项目能成功，楚生功不可没。楚生鞠躬，这都要感谢大家的配合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他们互相吹捧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是职场的规则，领导出面，下属办活，功劳归领导，这我都懂。只是后来我发现，功劳归领导，锅却是我的。去年有个项目出了 bug， 客户投诉到总部，邮件发你了，这个问题你来解决，今天之内给我答复。我看了一眼邮件内容，是一个接口的兼容性问题，这是当时是楚生为了赶进度写的，跳过了测试流程直接上线。我当时提醒过他，但他却无所谓。没事，先上线再说。现在出了问题，他让我来擦屁股。快点，下班前必须发给我。花了6个小时，我终于把问题修复了。第2天的复盘会上，楚生上去汇报，问题已经解决，主要是前期测试不够充分，我们后续会加强流程管理，注意以后不要再出这种低级错误。放心，我会盯着的。会后，小林过来问我，那个 bug 不是楚生自己搞出来的吗？我笑了笑，没回答，说出来也没用，只要他是组长，我就永远是团队成员，功劳是他的，锅也是他的，但他会把锅传递给我。我以为只要我把技术做好，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，但我错了。上周一，我把花了3周时间研究的新项目的核心方案提交给了楚生。行，我看看。周2下午，王健召集开会，讨论新项目的方案。我准备了 PPT， 想着终于可以在总监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成果。结果发现，楚生放的 PPT 内容跟我写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把署名改成了项目组。这个方案的核心思路是这样的。那些话我在方案文档里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，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就变成了他的想法。方案不错，就按这个思路推进。王总放心，我会盯好的。我从会议室出来，在走廊里站了很久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在这家公司，我永远不可能出头。我做得越好，楚生就越被重用。我以为只要忍一忍，总会熬出头的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连忍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周3上午 ，HR 发来关于人员优化调整的会议邀请。去年公司第1次裁员，我亲眼看着隔壁组13年工龄的老张被优化，补偿金扯皮了3个月。我没想到这一次会轮到我，更没想到我是名单上的第一个。我突然想起上周5下午，王健单独叫楚生去办公室谈了半个小时。回来后，楚生的神色有些奇怪。楚哥，怎么了？你们在谈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聊聊后续的工作安排。现在想来，那半个小时应该就是在确定裁员名单。楚生早就知道我会被裁，但他什么都没跟我说。周2让我加班改方案，周3就把我推进了裁员名单。这个人，我帮了他4年，他连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把我卖了。11点 ，HR 准时发来了会议室的定位。会议室里 ，HR 小周已经在等着了，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应该是人力部门的负责人。庄必凡，来坐。庄必凡，今天找你来，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公司最近的人员调整。他说的很委婉，但意思很直白。公司要优化人员结构，降低运营成本。经过各部门的综合评估，我的岗位被列入了调整范围。我的评估得分是多少？小周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直接问这个。这个综合评分是参考多维度指标的，包括绩效、能力、岗位匹配度。我问的是具体分数。你的绩效评分是 B， 岗位匹配度评分是 C， 综合评分在调整范围内。去年我做了5个项目，4个按时交付，1个提前2周完成，客户反馈全是好评，这叫 B。我是这个项目组里唯一一个能独立完成核心模块开发的人，其他人要么是半路出家的 PM， 要么是刚毕业的新人，这叫 C。评分是谁给的？是各部门负责人综合评估的。各部门负责人具体到我们组就是楚生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我第一个？什么意思？裁员名单上为什么我排在第一个？名单的排序没有特殊含义，只是一个顺序而已。是吗？我听说其他部门的名单是按工龄排的，工龄短的先走。我4年工龄，在组里不是最短的，为什么是我第一个？庄必凡，我理解你的情绪，但裁员是公司的整体决策，不是针对个人。你有什么诉求，可以按照正常流程提出来。行，那我的诉求就是你们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是我？你们给不了，对吧？我可以走，但我想让你们知道，这个项目的核心代码80%是我一个人写的，系统架构是我设计的，关键模块是我开发的，客户对接的技术问题全是我在处理。你们觉得我可替代性强？3个月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庄必凡，你的离职手续流程发我邮箱就行。庄必凡，刚才 HR 找你，是我被裁了。楚生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。他开始解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会这样，名单是上面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评分是谁给的？什么？绩效 B， 岗位匹配度 C， 是谁评的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开始收拾东西，私人物品装进袋子。
不到5分钟就收完了。工作交接的东西才是大头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项目文档，整理到一半，楚生又凑过来了。庄必凡，那个有些项目的资料你方便再跟我对一下吗？新系统那块我不太熟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是被裁员的人，没有义务做额外的工作，需要交接的内容我会整理成文档发到公共邮箱。庄必凡，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。大家一个组这么久，帮个忙怎么了？帮忙，楚生，我帮了你4年了，我做的方案你拿去汇报，我解决的问题你拿去邀功，我加班熬夜你拿结果去升职。这4年你什么时候帮过我？你什么意思？方案是团队的成果，你不能说都是你做的吧？我作为组长也付出了很多。你付出了什么？开会的时候动动嘴，改需求的时候传的话。你放心，文档我会整理好的，不会影响项目。我重新坐下，继续整理资料。下午6点，我整理完了所有能交接的东西，发了邮件，抄送给楚生和王健。各项目文档已整理完毕，详见附件。如有疑问，可在本周内联系我。发完邮件，我关掉了电脑。办公室里几个同事偷偷看我，又赶紧把目光移开。4年了，这些人我天天都见面，一起加班，一起赶项目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没有一个人过来打声招呼。庄必凡，你的下半场从今天开始。离职后的第1周，我每天睡到自然醒。离职那天，我其实没仔细想，只是觉得窝囊、憋屈。但当我真正闲下来，开始回忆这4年的细节时，愤怒就一点一点涌了上来。我想起3年前的那次升职，那时候我是组里业务能力最强的，绩效也是最好的。按理说应该是我升组长，结果呢？庄必凡，你技术很强，但是管理经验不够，再等等，下次有机会。然后他把组长的位置给了楚生。再等等，我要用实力说话。结果等了3年，楚生升职，年薪翻倍，而我还是一个普通员工，工资只涨了15%。我还想起了去年去找王健问年终奖的事。今年我做了5个项目，加起来给公司创造了300多万的利润。为什么年终奖发下来，楚生拿了20万，而我只拿了8000，差距25倍？年终奖是按照综合贡献评定的，不只是看项目业绩。你的表现不错，但是要再接再厉。什么叫综合贡献？什么叫再接再厉？我做的项目署名是别人的，我创造的利润分成是别人的，我的综合贡献体现在哪里？那次谈话之后，我开始留了个心眼，我把所有我做过的项目都记录下来，万一将来有什么争议，我至少有证据。现在想来，这些东西确实派上用场了，不是用来打官司，而是用来证明庄必凡不是一个可替代性强的人。离职后的第3天，我接到了启明科技公司猎头的电话。我们正在筹备一个大项目，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技术主管。我们看了你之前做的一些案例，觉得你很合适。你们怎么知道那些案例是我做的？行内人都知道，真正干活的人是谁。署名是公司的事，但圈子就这么大，谁有能力大家心里有数。原来我以为的默默无闻，在别人眼里其实不是秘密。方便约个时间聊聊吗？下周吧，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好的，下周我安排。挂掉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。4年了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无用功，原来有人看见的。离职后的第5天，我把前公司的项目做了一份详细的技术架构和设计思路分析报告。写完报告，我发给了启明科技的猎头。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分析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猎头很快回了消息，收到，我转给技术总监看看。2天后，启明的技术总监亲自给我打了电话。庄总，看了你的报告，写得很好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们当面聊聊。这周5怎么样？好，周5下午2点，我派人去接你。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离职后的第7天，我办完手续，拿到离职证明后，接到了同事小林的电话。庄哥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小林是组里为数不多和我关系还算不错的人。我走那天，他偷偷给我发了条微信：庄哥，保重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但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温暖了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你之前负责的那个系统，新城项目那个，昨天上线测试，数据库出 bug 了，数据全乱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走之前测过，没问题啊。问题出在数据迁移那块，楚生让新来的人改了你的代码，说要优化性能，结果改了哪里？那个批处理逻辑，他们觉得太慢了，改成了并行处理。我懂了，那段代码我当时写成批处理，是因为数据之间有依赖关系，批处理可以保证顺序，并行会打乱顺序，造成数据错乱。这个逻辑我在文档里写得清清楚楚，但显然没人看。现在怎么处理的？楚生让新来的人改回去，但是他们看不懂你原来的逻辑，改了1天，越改越乱。还好是测试环境，要是生产环境就完了。庄哥，楚生想问问你，能不能帮忙看看？什么？就是远程帮忙看看代码，找一下问题出在哪。他让你来问我的？是。你告诉他，我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，没有义务解决公司的技术问题。可是，如果他想请我当顾问，可以跟 HR 谈，按市场价付咨询费。好，我跟他说。晚上，我整理了一下手里的资料，准备明天去启明面试。临睡前，我刷了一下朋友圈，楚生发了一条动态：挑战让我们成长，加油。我看了一眼评论区，都是加油辛苦了之类的话。我退出朋友圈，关了手机。加油吧，你要面对的远不止今天这一个 bug。
周五下午，我去了启明科技。3年前我投过一次简历，没过。那时候的我经验还不够，撑不起他们的要求。3年后，他们主动来找我了。技术总监叫赵鹏，40岁出头，说话很直接。庄必凡，我看了你的报告，印象很深，尤其是那个分布式系统的架构设计，思路很清晰。谢谢。但我有一个问题，这些项目署名都是你原来公司的项目组，你怎么证明是你做的？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打开笔记本电脑，调出一份时间线文档。这是我的代码提交记录和文档编写记录，每一个版本的时间戳都有。您可以看到最早的提交者是谁。可以，庄必凡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说，你从前公司出来是被裁的，按理说你应该对那家公司有怨气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有怨气是正常的。我给公司干了4年，创造了很多价值，结果裁员第一个是我，换谁都会不舒服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是好事。怎么说？在那个环境里，我再努力也出不了头。领导不看能力，只看谁会来事。我可能会一直做那个技术骨干，做到退休，然后被优化、被裁员，反而让我提前看清了这件事。行，很实在。接下来的面试很顺利，最后他给了我一个 offer， 职位是技术主管，年薪比前公司高了40%，还有项目分红。什么时候能入职？下个月吧，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好，不急。入职之后，你先熟悉一下环境，然后我有一个项目想让你带。什么项目？你前公司的那个新城项目，我们拿下了竞标。我愣了一下，新城项目，那不就是我之前负责的那个项目吗？你们是怎么拿下的？客户那边对原来的方案不太满意，想换供应商，正好我们在投标，就中了。你之前做的那套系统，客户用的还行，但问题也不少。你来了之后，正好可以做一个升级版。命运这东西真是奇妙。我离开前公司不到2周，他们的项目就要被别人接手了，而接手的人是我。当晚，我接到了小林的电话。钟哥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新城项目的客户投诉了。投诉什么？系统数据出错，客户那边的财务数据乱了。现在客户要求换供应商，王总急疯了。这一天来得比我想象的更快。楚生呢？楚哥，他现在每天都在加班，想把问题解决了，但是他好像真的搞不定。改代码那个新人呢？辞职了，压力太大，扛不住。钟哥，公司可能会联系你，让你回来帮忙。你会回去吗？小林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走的吗？我知道。裁员名单第1个，绩效评分 B， 岗位匹配度 C。那些评分是谁给的？你知道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我不会回去。钟哥，我的下一份工作已经定了，就是接手新城项目，只不过是在启明，不是在原来的公司。钟哥，我懂了，好好干，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考虑换个地方。挂掉电话，我看了一眼时间，晚上10点半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但今晚我想好好睡一觉，这是我这2周里睡得最踏实的一晚。周一，前公司的 HR 小周打来了电话。庄必凡，你现在方便吗？说。是这样的，公司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回来帮忙处理一些技术问题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报酬。报酬是多少？这个具体的数字需要跟领导确认，但应该会比市场价高一点。市场价是多少？小周显然没准备好这个问题。我帮你算一下，资深技术顾问的市场价大概是每天3000到5000。你们这个项目问题比较复杂，我估计需要至少2周才能解决，也就是说最少6万起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收到其他公司的 offer 了，下个月就入职，就算我愿意回去，时间上也不一定合适。庄必凡，你这个价格贵吗？这2周前你们觉得我的可替代性很强，现在你们发现替代我的代价可能是2000万，你觉得6万贵吗？小周不说话了。这样吧，你把我的报价转给王总，让他自己定，如果他觉得值，再联系我。好的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出这个钱的。果然，当天下午，小周又打来电话。庄必凡，王总那边说暂时不需要了，他们内部先想办法解决。行。2天后，小林又给我发消息了。庄哥，公司从外面找了一个技术顾问，说是什么架构专家。来了1天，看了半天代码，说他搞不定。我差点笑出声。那套系统是我4年的心血，架构、逻辑、细节都是我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。一个外来的专家，看半天代码就想搞定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走了，说这个项目太乱了，接不了。这就是他们不重视我的代价。钟哥，你真的不考虑回来吗？小林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我被裁的那天，楚生知道名单的事吗？小林沉默了一会儿，但还是说了。知道，王总提前1周就跟他说了。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为什么还让我加班赶方案？因为他想弄到最后一刻，等我把方案做完了，再把我踢走。这种人，这种公司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小林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了一条消息。钟哥，我明白了。又过了1周，消息变得越来越劲爆。先是有人在行业群里爆料，新城项目的原供应商出了重大之过，客户方面正在考虑更换合作伙伴，要求终止合同并索赔800万。果不其然，王健亲自打来了电话。
庄必凡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王总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新城项目的事情你应该也听说了，现在公司遇到一些困难，我想请你回来帮帮忙。他的语气比小周客气多了，但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，他还是觉得可以用人情来搞定我。王总，上次 HR 不是说暂时不需要了吗？那个之前是沟通上有些误会，你知道的，公司有公司的流程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我理解。那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回来一趟，咱们当面聊聊。王总，你们踩我的时候可没说过请字。电话那头安静了。庄必凡，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。裁员是公司的决定，不是针对你个人。我知道。那你，王总，我现在已经签了新公司的 offer， 下周就入职了。新城项目正好是我新公司接的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可能会在项目上打交道，到时候再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4年了，4年的窝囊、忍耐、不甘心，今天总算说出来了，不是报复，不是撕破脸，只是让他们知道，我庄必凡从来不是那个可替代的人。入职启明后的第1周，我就开始接手新城项目，赵鹏给我配了一个5人的技术团队，都是公司里的骨干。庄必凡，这个项目时间紧，压力大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有什么需要支持的，直接跟我说。这就是启明和前公司最大的区别，在前公司，领导的口头禅是你看着办；在启明，领导的口头禅是我来支持你。第1周，我带着团队做了一个详细的项目计划，分成了3个阶段，发给赵鹏。思路很清晰，第1阶段能不能2周内搞定？可以，但需要一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我需要看原系统的代码。这个没问题，客户那边已经授权了，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那套代码我知道。我太知道了，那套代码是我写的，但被后面的人改得面目全非。看完代码，我把原版代码和被修改后的代码做了一个对比文档。赵总，这是原系统的问题分析报告，核心问题出在第47到63行和第128到145行，是逻辑被修改后造成的。这些修改是谁做的？应该是我走后接手的人。你怎么确定？代码提交记录里有时间戳和用户名，我走之后的提交都不是我。赵鹏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看就懂，这些问题不是我造成的，是那些觉得可以替代我的人造成的。2周后，第1阶段的任务完成了，核心 bug 全部修复，系统恢复了正常运行，客户那边非常满意，专门发了一封感谢信。启明的团队效率很高，技术也很专业，期待后续的合作。赵鹏把这封信转发给了我。庄必凡，干得漂亮！我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这只是开始。入职第3周，小林又给我发了消息，庄哥，楚生被降级了。什么？王总开会的时候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他，说新城项目的事故主要责任在他，降了1级，年底的奖金也没了。王总呢？王总他自己也被上面约谈了，听说集团那边很不满意，可能要换人。换谁？还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楚生。这就是他们的结局。楚生失去了他抢来的位置，王健失去了他的靠山，而我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离开那个环境，我不但没有垮掉，反而活得更好了。前公司的事情还没结束，楚生被降级之后，新城项目的烂摊子依然没人能收拾。原合同已经终止了，但还有一堆遗留问题需要处理。王健那边也焦头烂额，集团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。后来小林发消息给我，前公司决定把新城项目彻底放弃，专心处理索赔的事情。客户那边要求赔偿800万，前公司想砍价到500万，谈了半个月，最后定在了650万，加上之前的运营损失、人员流失、品牌受损，综合算下来，这个项目的总亏损超过了2000万。2000万这个数字，我曾经在离职面谈的时候说过。我的可替代性强不强？3个月后你们就知道了。3个月还没到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入职第2个月，我完成了第2阶段的任务，客户那边续签了1年的维护合同，还追加了一个新项目。赵鹏在部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。庄必凡的表现非常出色，是我们团队的核心骨干。核心骨干这4个字，我在前公司从来没听过，果然这里才是真正值得我发展的地方。同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庄必凡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楚生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说是这样的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道歉？之前的事情、裁员、评分，还有那些方案的事，我知道我做的不对。庄必凡，我知道你现在发展的很好，我也知道你肯定很恨我，但我还是想说一声对不起。他的语气很真诚，不像是在演戏。楚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恨你吗？不是因为你抢了我的功劳，也不是因为你给我打低分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从来不觉得自己错了。裁员那天，你明明知道名单的事，还让我加班赶方案，你觉得这很正常，因为你是组长，我是下属了。后来出了问题，你让别人找我帮忙，你自己不好意思开口，你觉得这也很正常，因为你是领导，不能丢面子。庄必凡，楚生，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是真心道歉，还是因为你现在混得不好，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我不知道，那就想清楚再说吧。其实他的道歉我根本不在乎，4年的委屈、愤怒、不甘心，在我离开那家公司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慢慢放下了。现在的我有新的工作、新的团队、新的目标，过去的那些人不值得我再花心思。入职第3个月，第3阶段的任务也完成了。
新城项目的系统正式上线，所有功能运行正常，客户那边评价很高，说是几年来用过的最好的系统。赵鹏专门请团队吃了一顿饭，算是庆功。装逼凡，这个项目你功不可没，年底的绩效我帮你争取 A。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第一次拿到，这是前公司从来没有过的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脑，翻出了以前保存的那些资料，我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们全部删除了。我给小林发了条消息：小林，你那边最近怎么样？庄哥，我打算辞职了。去哪？还在看，有几个 alpha，你们那边还招人吗？发简历给我，我帮你推荐。真的，谢谢庄哥。不用谢，但你要想清楚，跳槽不是逃避，是选择。我知道。过了几天，楚生又给我打了电话。前几天我听说他被裁员了，这一次他的语气果然没有上次那么客气了。庄必凡，我听说新城项目是你在做，是。你知道这个项目最早是我们组的吧？知道。那你还抢我们的项目？楚生，项目是客户选择供应商，不是我抢的。客户对你们不满意，所以换了起名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可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永远属于你们？楚生，你知道为什么客户要换供应商吗？因为你们把系统搞崩了，数据搞乱了，客户损失了几百万。那是意外。意外？那不是意外，是你们的无知和傲慢。你以为换个人就能顶替我，结果呢？这不是报应，楚生，这是因果。我不是离不开那份工作，是那份工作离不开我。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楚生似乎思考了很久，电话里终于传来声音：我明白了。年底，启明开了一个表彰大会，赵鹏在台上宣布新城项目团队获得年度最佳项目奖。我作为项目负责人，上台领了奖杯和奖金。表彰大会结束后，赵鹏找我谈话：装逼凡，明年公司有一个新的项目群，我想让你来负责。什么项目？智慧城市方向的，预算大概3个亿，你有兴趣吗？3个亿，这是我在前公司不敢想的数字。有兴趣。好，年后开始筹备，你先组建团队，人选你自己定，我不干涉。这就是信任，不是你看着办，也不是出了问题你负责，而是我相信你，你去做。回到工位，我打开邮箱，看到了小林发过来的新邮件：庄哥，我通过面试了，下个月入职启明，以后就是同事了。我笑着回复了一个字：好。然后我打开另一个窗口，开始写明年的项目计划。4年前，我是那个被忽视的技术骨干；4年后，我是一个被认可的项目负责人。改变的不是我的能力，而是我所在的环境。有些土壤注定长不出好的庄稼，你能做的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，然后扎根生长。那天晚上，我约了几个前同事吃饭。庄必凡，你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初在那边待了4年，如果早点走，说不定现在发展的更好。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那4年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。什么叫职场的规则？什么叫人性的复杂？什么叫自己的价值？如果没有那4年的经历，我可能到现在还不懂这些道理。那你恨他们吗？楚生他们？不恨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把那些精力用来提升自己，不是更好吗？那顿饭吃到很晚，大家都喝了不少，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。临走的时候，有个人拍着我的肩膀：庄必凡，你变了。变了什么？以前的你总是闷着头干活，不争不抢，现在的你看起来自信多了。因为我终于知道自己值多少了。新年过后，我正式开始筹备智慧城市项目。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组建团队，每天早上9点开会，晚上8点复盘，周末加班赶进度。3月，项目迎来了第一个里程碑，我们按时完成了系统的第1阶段开发。客户那边的验收反馈非常好。赵鹏在部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恭喜智慧城市项目组第1阶段顺利交付，庄必凡和他的团队功不可没。恭喜，辛苦了，牛逼！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暖暖的。那天晚上，我请团队吃了顿饭，席间大家聊得很开心。有人开玩笑说：庄哥，你以前在那家公司是不是特别憋屈？你怎么知道？听小林说的，说你以前是技术大牛，结果被人压着，后来还被裁了。庄哥，我没说坏话，我只是据实陈述。没事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那你现在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感觉之前走的弯路都是为了今天做准备吧。这话听起来好鸡汤啊！因为是真的啊。如果没有那4年的经历，我不会知道什么是好的环境，什么是坏的环境，也不会珍惜现在的机会。那你现在觉得什么最重要？找对地方。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环境的影响是无限的。在错误的地方，你再努力也是白费；在正确的地方，你的努力会被放大100倍。众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有人举起杯子：庄哥，敬你！敬大家！ 1年后，智慧城市项目全面上线，成为公司年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我被晋升为技术总监，手下管着3个项目组，20多号人，年薪涨了1倍多，还有股权激励。这是我职场生涯中最好的1年。我终于明白，你值多少，不是别人说了算，是你自己说了算。